得知隔壁寡妇吃不起猪肉，屠夫每天都会带着一块肉去帮寡妇解馋。床下的仔仔恨极了这个男人，但心里更加恨自己连累母亲。仔仔是不老症患者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容貌依然只会停留在6岁这一年。母亲为了给他看病花光了所有积蓄，两人只能靠捡废品勉强度日。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妈妈也离他而去，长不大的仔仔根本没有生存能力，只能在福利院生活。刚开始还有好心人收养他，可仔仔清楚的知道自己长不大的秘密迟早会被发现，为此他只能不停地更换收养对象。每次离开前，为了凑足盘缠，他都会趁父母不在家，将养父母家原有的孩子卖给人贩子，甚至为了避免暴露，还直接送货上门。这也给仔仔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此后他每卖完一个孩子，就会换一个孤儿院，然后继续装作孤儿被人收养。这番操作下来，他挣得盆满钵满，可他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。最终他被抓进了研究所，在这里他结识了他唯一的好友阿猛。阿猛和他大不相同，身体飞速生长，智力却只停留在了6岁。一番交流下，他说服阿猛，靠着他惊人的体力，两人顺利逃出了研究所，并且成功混入一家孤儿院。不久后，再次有一对夫妻来领养孩子，男人是名刑警，女主人也十分漂亮，两人一眼就看上了仔仔，因为仔仔和他们死去的儿子十分相像。在新家里，仔仔伪装的十分乖巧听话，夫妻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仔仔6岁的外表下住着个40岁的灵魂。晚上，夫妻俩准备造人大计之时，门外的仔仔看到这一幕，转身回到房间就大哭起来。两人慌忙起身查看，仔仔慌乱地指着窗外说看到了妖怪。无奈妻子只好留下哄仔仔睡觉，而丈夫也只能独守空房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丈夫阿光身边怪事频发。这天，他的同事泰哥在追查一起连环杀人案时从大厦坠楼，而一同被发现的还有昏迷在7楼的阿光。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十分凶残，每次都会用电钻在受害者背上钻满孔洞，最后因失血而亡。如此凶残的凶手却只是将阿光敲晕，并没有对他下手，这让警方产生了怀疑。根据调查发现，出事前阿光曾给泰哥打过电话，之后泰哥就被人放血后丢下了门，而阿光遭遇凶手却安然无恙，因此他也就成了众人怀疑的对象。同事们等在阿光病床前想要个说法，可不成想醒来的阿光却出现了短暂性失忆的情况，根本想不起来案发时的情形，并且只要回忆他就会头痛欲裂。为了尽快找出凶手，阿光第2天直接带伤调查。前面2个受害者，一个叫张金满，另一个叫马准，2名死者都没跟人结过怨，几人没有任何交集，唯一相同的是案发地点都在破边中，而阿光就是住在那附近。更离奇的是，每次案发阿光都在休假，这让他不得不怀疑凶手是在针对他作案。阿光担心起自己妻子和儿子，于是连忙赶回家查看，好在2人都没有什么危险。饭桌上，他拿出自己的备忘录，故作轻松地询问妻子小美是否还记得休假的时候自己都做了什么。小美表示，阿光休假期间都是在家陪孩子，只有泰哥出事那天出门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就匆匆离开了。趁着妻子去厨房的功夫，阿光询问仔仔知不知道休假的时候他们在家都做了什么，可仔仔表示阿光吃了自己做的蛋糕，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阿光着急想要知道真相，却不小心吓到了仔仔，这让小美十分生气。仔仔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小美十分疼爱他，为此2人还大吵一架。烦闷的阿光叫上同事，再次来到泰哥坠楼的大厦，试图寻找新的线索。阿光看着现场，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一个模糊的人脸在他脑海闪过，这人一定就是凶手。但阿光头痛欲裂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大厦的保洁在旁边骂骂咧咧，说不知道哪个没素质的将水泵房弄得到处是血。2人听到后赶忙跑去查看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喷溅的血迹，并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带血的电钻。2人赶忙将东西带回了警局，经过化验，上面的血迹正是泰哥的，看来这就是凶手作案的凶器。不过上面并未发现任何指纹，这下线索再次中断。阿光烦闷地在阳台思考案情，仔仔却再次拿来蛋糕给阿光吃。阿光开心地吃着蛋糕，哪知一回头就看到仔仔的玩具也被钻满了孔。阿光激动地询问仔仔是谁弄坏了他的玩具，可仔仔却委屈地表示就是阿光给钻的。阿光瞬间被吓傻了，后背直冒冷汗，难道自己真的精神分裂？那些人真的是他杀的吗？想起之前案件的报告，阿光赶忙前去杂货间查看，果然工具箱里的电钻不见了。他不敢相信的在杂物间内四处寻找，无意间回头竟在门框上发现了2个带血的电钻孔，而旁边赫然就是一个血手印。阿光不可置信的将手放上去，竟然刚刚好。这下阿光彻底慌了，为了避免暴露，他用2根铁钉堵住了钻孔，还用油漆将血迹掩盖。一系列离奇的事情让阿光心神不宁。他找到泰哥倾诉，如今知道凶手到底是谁的，
只剩下了病床上的泰哥。可如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，凶手很明显就是在针对他，不仅跟他回过家，还在他家里做了手脚。一番发泄后，他也只能回家。可第二天泰哥就死在了医院，这下连最信任他的同事都开始怀疑他，因为泰哥就是在他探望后去世的。阿光现在百口莫辩，他心绪不宁地回到家，走过工具间的时候，竟发现房门虚掩，打开一看，瞬间吓得魂飞魄散。之前被他掩盖过的血手印再次出现，就连钻孔里的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如今他可以肯定，凶手一定来过自己家里。他担心妻子和仔仔的安危，慌忙地寻找二人的身影。看到二人刚从外面回来，没有受到伤害，阿光才稍稍放下心。他赶忙锁紧门窗，并命令妻子不能随便外出。妻子对此行为很是不满，但还是选择接受。阿光觉得自己精神出现了问题，于是找到医生了解情况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去做了检查，可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。于是他再次前去检查受害者的尸体，从背上的钻孔发现，这些孔洞都是有规律的，似乎是什么图案。他连夜查阅资料，可翻遍了所有的网站都没找到线索，累得最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与此同时，又一起命案再次悄然发生。脏乱废弃的房间内，一个女人在地上拼命朝外爬去，身边的老鼠毫不畏惧地啃食着女人。等她摸索着推开房门爬出去，求生的意识在这一刻到达了顶峰。在经历千辛万苦后，女人终于爬到了外面的大路上，哪知下一秒，警方接到一辆卡车司机报警，说自己不小心碾到人了。可警方赶到后，看到现场的情形，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。女人眼上钉着的钉子，正是阿光之前塞进门框上的那2枚。他强装镇定，和同事们勘察现场，同时窗户上的木板被不小心拽掉，正好能看到不远处的水库，而阿光家就在水库边上，这让众人对阿光的怀疑更甚。下班后，同事阿鬼跟着阿光回家，想要私下了解一下具体情况。两人沉默地坐在沙发上，很是尴尬。这时仔仔拉着姑姑阿明走了进来，仔仔吵着要看家里的老照片，阿光也随机拿出一沓看了起来。哪知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阿光的注意，照片背后写着的名字居然是马准张金满，这不正是之前2名受害者的名字吗？更可怕的是，刚死的女受害人名叫唐美好，竟也在照片之上。这下阿光悬着的心彻底死了，难道自己精神真的出现了问题？杀害几人的就是自己？